小女子连日奔波，实在站不住了。哟，这小娘子细皮嫩肉的，本官要了。以后跟着我张胖子，保管你顿顿白面大肉。青花妹妹，这军营可不比京城，你还端着大小姐的架子呢，怕是明天就要冻死在雪地里了。要不你求求张大人，让他发善心，收你去我房里做个烧火丫头，念在旧情，我还能赏你口剩饭。收起你那副嘴脸，我苏清欢就算饿死，也不做摇尾乞怜的金丝雀。好，你骨头硬，我倒要看看，就你这副模样，今天能挑个什么好下场？没人选你，你就自己挑一个。这丫头疯了吧？她盯着霍长月看呢。霍长元谁不知道？先锋营的拼命赛狼，军饷全拿去抚训战死兄弟的家眷了。他那破营帐四面漏风，连他自己都快饿死了，哪有余粮养女人？妹妹，你不会看他长得高大，就急着往火坑里跳吧？跟了他，你连半口粥都喝不上。苏清欢，那是霍百货，他护军有功，但确实没粮没钱。你确定选他？军令如山，选了可不能反悔。我选他。我没钱没粮，跟着我，你会饿死。我不仅能让你吃饱，还能让你吃好。就凭你，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千金小姐，就凭我，别人不认识，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那根本不是士兵们说的有毒红鬼果，那是极品野山椒。在这个调料匮乏的时代，有了这片野山椒，再烂的食材也能变成美味。这哪里是穷鬼的破营帐，分明是一座美食宝库。带我回你的营帐。苏清欢，今天你装清高，明天你就算跪在我营帐外要饭，我也绝不会施舍你一口。柳莹莹，记住你今天的话，我们走着瞧。他眼底满是探究，却没有推开我。风沙之中，他默默护着我，带我去往他的营帐。就这些糙妹，我这个月最后一点口粮，会煮就煮，不会煮就干嚼。只有米，没有锅，也没有菜吗？菜，那是中军帐和张胖子那种人才能吃到的东西。锅，先锋营从不生火做饭，平时只啃干粮。吃不惯，你现在就滚去张胖子营帐外跪着，说不定还能讨到一块他吃剩的肥肉。霍百户，我既然选了你，就没有回头路。借个伙食给我，再帮我去借口铁锅。我说了，要让你吃好。女人，我没空陪你玩过家家，冰天雪地的，你拿什么让我吃好？变戏法？你若是信我，半个时辰后，我不仅让你吃上热饭，还让你见见什么叫真正的荤香。伙食拿来。哼。张大人只留好肉好排骨，这些肠子留着干嘛？连狗都不吃，赶紧扔去后山喂狼。几位军爷，这东西你们既然不要，不如给我吧。我说霍琼慧怎么领了个天蝎回来，原来是个要饭的。这玩意儿里面全是猪粪，骚臭冲天。你是想把那破帐篷熏塌吗？不劳军爷费心，我自有妙用。路过柴堆，我顺手抓了草木灰，拎着猪下水离开，身后只剩火狐诧异的目光。先用草木灰揉搓去粘液，再用粗盐杀菌去腥，最后翻面刮净油脂。这可是上好的肥肠，这帮不识货的人。喂，那个新来的，住手！那是红龟果，吃了肚穿肠烂会死人的。果然是极品野山椒，辣味纯正，果香浓郁，去腥提鲜的好东西。你弄这些污秽之物，还摘了红鬼果，是想毒死我，好早点去改嫁。毒死你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我要是当了寡妇，明天就会被送去刷工头。帮我把火烧旺。他默默添柴生火，我下入肥油炼出猪油，再丢入山椒与盐爆香。这是什么味道？
这叫爆炒肥肠。吃吧，尝尝你口中的毒药和泔水。他望着饭菜愣神，迟疑夹起肥肠入口，辣味暖意席卷全身，惊得满眼动容。好好吃，太好吃了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门手艺足以在京城开最好的酒楼。我是什么人？我是你刚才用一袋糙米就想打发的妻子。霍长渊，只要你护我在这军营里安稳无忧，我保证，以后不仅让你顿顿吃肉，还要让整个先锋营成为全军最不可招惹的存在。这笔买卖做不做？当思念飞过夜空，缠绕指尖停留。什么味道？这比过年时营里炖的大骨头还香，好像是从霍百户营庄那边飘过来的。奇了怪了，霍百庭哪来的钱买肉？这味道辣里带香，馋得我心都黄了。大人，您尝尝这块，肥瘦正好。哪里来的香味儿？伙房今晚背着我做什么好东西了？大人，那个方向好像是霍长渊的破帐篷。他一个连军饷都捐干净的穷鬼，怎么可能吃得起这种美味？你的意思是？大人您想啊，今日伙房刚送了一批鲜肉，那苏清欢前脚进了霍长渊的帐篷，后脚他帐里就飘出这种肉香。除了是苏清欢手脚不干净，偷了您后勤的上等好肉，还能是什么？大人，他这是在偷军粮。好一个霍长渊，好一个新来的营副，敢在老子眼皮底下偷军用物资！来人，臭家伙，跟我去先锋营抓贼！这手艺谁教你的？祖传的。霍百后，这顿饭可对得起我之前说的大话？霍长长玉，你个胆大包天的东西，还不给本官滚出来！大人您看，铁锅里还有红油，我就说苏清欢是个贼骨头，果然偷了您的好肉。谁敢再往前半步，我卸了他的腿！你想干什么？真当我们先锋营没人了是不是？霍长渊，你少耍横！你媳妇儿偷了伙房的军用上等猪肉，人赃并获，你还敢包庇？苏清欢，你别敢做不敢当，要不是偷的，你们哪来的肉？偷？张大人，你管后勤的眼睛连狗都不如，睁大你的绿兜眼看清楚，这是什么肉？这不是肉，这到底是什么？我的老天，这不是下午大人您让我争取喂狼的猪下水吗？啥？那是臭烘烘的猪下水，不可能！猪下水能香成这样？老子刚才闻着味儿，口水都快咽干了。胡说！猪下水怎么可能做出这种味道？你这人肯定用了偷来的猪油和香料。张大人，你连食材的价值都不懂，也配管义军的后勤？这叫爆炒肥肠。我用草木灰去粘液，粗盐除腥骚，再辅以山后那片被你们当成毒药的野山椒提鲜去腥。这锅里一没用你张胖子的上等肉，二没用你伙房的一滴油，全是被你们当成垃圾扔掉的废料。我化废为宝，你却带人来诬我偷盗军粮。张大人，
克扣军需浪费食材的罪名，到底该扣在谁头上？你骗人！那红龟果有毒，吃了会死人的。我刚才吃了一整锅，你看我像中毒的样子。嫂子威武，嫂子这手艺简直绝了！咱们先锋营以后有口福了。好，好得很。霍长约，你给我等着！过几日先锋营就要去冰原巡防，我看你们干粮吃完拿什么御寒？走！看什么看？滚回去巡逻！以后除了我，谁也别想动你。先别急着放狠话，刚才张胖子说你们过几日要去冰原巡防。那是苦差事，风雪大，不能生火，只能啃冻得像石头一样的死面饼。每次巡防都有兄弟冻坏肠。别愁，只要你给我弄几袋粗面和一口大石磨，我保证让你们在冰原上也能吃上热腾腾、香喷喷的汤面。百户大人，这哪是干粮，这简直是暗器！昨天老李啃这玩意儿，后槽牙崩掉一半。每次冰原巡防，最怕的不是玉狼群，是饿肚子。风雪太大，敌军有可能在暗处，咱根本不敢生火。这石头饼就着冰叉子往下咽，肠胃跟刀绞一样疼。都给老子忍着！这是咱先锋营的命！把饼子揣怀里，捂热了再啃。捂热了也照样拉肚子。霍长渊，把这些石头饼全给我扔了！嫂子这是要干啥？没干粮，咱在冰原上吃雪啊！胡闹什么？风大，回帐里去。这些面饼虽难吃，但能保命。跟我来，我不仅要保你们的命，还要让你们在冰雪地里吃上冒着热气、满嘴流油的面条。这是什么？很轻，但闻着全是油香。这叫方便面。我让人用张胖子伙房里炸剩的便宜猪油，把粗面条蒸熟后下锅高温油炸。油炸能逼出面条里所有水分，让它变得疏松多孔，极易保存。嫂子，这再香也是干的呀，冰原上没法生火煮面。不需要煮，这面本就是熟的，而且结构疏松，只要一点开水，立刻就能泡开。我还在里面加了烘干的白菜碎和野山椒粉末，有碳水，有油脂，有盐分。我用羊毛填充在双层羊皮之间，做成保温水壶。临走前灌满滚烫的开水，12个时辰内，水都是热的。试一次。这让指尖停留，美得像一场梦。娘哎，这真成面条了，还在冒热气。尝尝。这干粮绝了！嫂子威武，嫂子简直是神仙下凡。别急着谢，面条占地方，只能改善伙食。真遇到急行军，吃这个叫压缩饼干。我用炒熟的粗面、猪油、核桃碎、芝麻混在一起，用石头死死压实。别看只有拳头大小，里面全是扛饿的油水。吃半块，灌2口水，能顶一整天不饿。活这20多年，简直是白活了。哼！今日之事，谁若敢向中军帐和张胖子泄露半个字，老子亲手斩了他！这些干粮是你们嫂子熬了2个通宵做出来的，谁敢浪费一点儿，军法处置！遵命，誓死保守秘密，多谢嫂子赐饭之恩。回去睡觉，这里有我，等我巡防回来，给你带北山的雪狐皮做好子。好啊，霍百户，我等你平安回来。大人，算算时间，霍长渊他们已经出发去冰原了吧？
这2天天寒地冻的，他们带的可是最差的粗面死饼。哼，得罪了我，就让他们在冰原上啃石头去吧。等他们冻得手脚发麻、肠胃坏死，我看那个苏清欢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这一趟，老子要让先锋营竖着出去，横着抬回来。Never find, never see, never let you go. 哎呦，我的牙！白虎大人，这干粮根本没法吃啊！老张昨天硬咽下去半块，现在肠胃绞痛，连站都站不起来了。再这么下去，咱没遇上敌军，先冻死、饿死在这儿了。都给老子忍着！咱好歹还躲在雪沟里，你们想想西侧的先锋营，霍长渊那个倒霉蛋带的是最差的口粮，这会儿估计早冻成一排冰雕了。等风雪停了，咱就去给他们收尸，回去好领赏。Never try, never see, never. 当思念飞过夜空。这让指尖停留。全军休整，背风结阵。白虎大人，是不是该开饭了？兄弟们，肚子里的馋虫早造反了。开饭，把嫂子给的宝贝拿出来。Never try, never see, never know. Never find, never see, never let you go. 娘啊，3天了，这水还是烫嘴的，嫂子简直是活神仙。少废话，趁热吃，吃完把汤喝干净，一滴油腥都不许浪费。痛快！老子现在浑身使不完的劲儿，就算窜出一队敌军，老子也能徒手撂倒他们。你背影转身后，只是在人海中。行进，接防御战。Never try, never see, never know. Never find, never see, never let you go. 白虎大人，是极品高原野马，要是能抓回去，咱先锋营就能全员配战马了。可是马群受惊了，冲撞力太大，平时咱饿着肚子根本拦不住，会被打成。那是平时，今天咱吃饱了，兄弟们，绳索准备。Never try, never see, never know. Never find, never see, never let you go. 抓住了，整整30匹极品战马，咱发财了！白虎大人，要不是嫂子那顿热汤面给咱垫了底、生了暖气，今天咱根本没力气制服这帮畜生，早就被踩死。嫂子这干粮救了咱的命，还给咱送了一份天大的军功。全军听令，把战马全部带上，咱提前回营。是，回营。张胖子、柳莹莹，你们准备好迎接你们的死人了吗？大人，这都第4天了，冰原上那场暴风雪刮得连营帐都快掀翻了，先锋营那帮穷鬼带的又是最差的死面饼，怕是连骨头渣子都被风雪埋了吧？哼，得罪我张胖子就是这个下场。等雪停实了，我就去中军大帐报丧，就说先锋营不幸遭遇雪崩，全军覆没。至于那个不知好歹的苏清欢，要是还没死透，本官就把他扔进后营，天天刷马桶。大人，救命啊！慌什么？黄百虎呢？你们右翼营不是去东侧巡防了吗？
怎么搞成这副样子？王百户可能死面饼崩断了牙，又灌了一肚子冷风，现在肠胃绞痛，拉得起不来床，正被人用担架抬着呢。兄弟们带的干粮根本咬不动，全都冻僵了，好不容易才爬回来的。右翼营带的好干粮都冻成这样，那霍长渊他们绝对死透了。弟媳，快扶本官出去看看！当思念飞过夜空，缠绕指尖停留，美得像一场梦。老天爷，那是冰坛元马！霍长渊，好小子！你们不仅没死在暴风雪里，还给老子弄回来这么大一匹极品战马！不可能！你们带的明明是连石头都不如的粗面丝饼，怎么可能在那种暴风雪里活下来，还能有余力抓野马？就是，肯定有诈！将军，他们一定是内临阵脱逃，去哪里偷了别人的马？末将霍长渊参见将军，幸不辱命，先锋营全员无损，并缴获极品野马30匹，充宜军资。好，先锋营立下大功。不过张大人问的也有理，连右翼营都冻得半死不活，你们是怎么扛住那场暴雪的？回将军，末将能生擒野马，全靠内指苏清欢亲手制作的新式军粮。我这不就是炸苦的粗面条和硬疙瘩吗？这玩意儿在冰片上怎么吃？难不成你们还生火煮了？违反军规生火可是死罪！我们将军夫人做的干粮无需生火，热水一泡即食。当你背影转身后，吞噬在人海中。好面，好干粮，有了这等干粮和这装热水的奇物，老子的兵就算在冰原上趴3天3夜，也照样生龙活虎的砍下敌人脑袋。张胖子，你掌管军需后勤多年，做出来的死面饼能把人牙崩断，你看看人家一个弱女子搞出来的东西，你这军需官是吃干饭的吗？将军息怒，这一时小计，上不得台面。将军，苏清欢不过是个流放罪妇，他怎么懂这些？这其中肯定……闭嘴！本将只看结果，能让士兵吃饱穿暖打胜仗的，就是大功臣霍长渊生擒野马，记大功一次。齐掐苏清欢，研发新式军需有功，赏白银100两，上等蜀锦10匹。先锋营全员今晚加肉加酒。多谢将军，多谢嫂子。100两白银，在边关这种地方，那是普通士兵一辈子都赚不到的巨款。我以为他会饿死，结果他不仅没死，还带着霍长阳飞黄腾达了。喧嚣落尽，他揣着赏赐，一身风尘，匆匆归来。帐内暖意融融，我抬眼朝他笑了笑。霍百户，看来你不仅平安回来了，还发了笔横财啊！你挣的全归你，以后我的命也归你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把送到先锋营的炭火全给我扣下，一块炭渣子都不许留。大人，这大雪天的，一块炭不给，要是真冻死了人，将军那边问起来。混货！
就说大雪封山，炭火受潮供应不足，他霍长宇不是能耐吗？不是靠个女人得了将军赏赐吗？我倒要看看100两银子能不能当柴烧。冰天雪地，有钱买不到炭，我看他们怎么活。大人说的对，苏清欢以为拿了赏赐就能翻身，做梦！这会儿他肯定正抱着银子在破帐篷里冻得直哆嗦呢。走，大人，咱去看看他们的惨样。哎呦，清欢妹妹，这大冷天的，你们不躲在帐篷里发抖，跑出来玩泥巴？该不会是知道张大人断了你们炭火，都傻了吧？我当是谁在嚷嚷？原来是张大人和你的金丝雀断了我们的炭。那我还真得谢谢张大人。谢我？你得了失心疯不成？没有炭，你们今晚就得冻成冰雕。你那些劣质木炭烧起来满帐篷毒烟，狗都不用。张胖子，你最好把那点破炭捂紧了，别到时候冻得受不了，跑来求我。求你给我们吃泥巴吗？他若敢再来挑衅，我今晚就去削了他的脑袋。削他脑袋有什么用？我要的是让他失去在军营里立足的根本。黄泥和石头都运够了吗？运够了，按你的吩咐，石头都敲碎了，黄泥也和了水。不过，清欢，这东西真能比炭火还暖和？把兄弟们叫进来，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真正的过冬神器。程渊，你带人在这里用碎石和泥土垒一个半尺高的长方形台子，中间用泥迹参出几字形的通道，首尾相连。好，现在把这头和帐篷外的灶台连起来，另一头接一根中空竹筒，伸到帐顶做烟囱，最后台面上铺一层平整石板，用黄泥抹平缝隙。嫂子，这不就是一个土床吗？睡在石头和泥巴上，不得更冷？常渊，去外面灶台生火。娘哎，热的！这泥台子竟然是烫的！舒服，太舒服了，这简直比抱着火炉还暖和。嫂子，你这是用了什么仙法？这叫火炕。外面灶台一烧火做饭，热气就会顺着底下的衣道烘热这整张床。泥土和石头能长时间锁住温度，只要灶台里还有一点火星，这炕一整夜都是热乎的，而且烟气全排到外面，绝不会让人中毒。嫂子，有了这火炕，咱再也不用看张胖子的脸色去求那点破炭了。都看会了吧？滚回你们自己营帐盘炕去！没老子的命令，谁也不许再进这个帐篷。我霍长渊活了20几年，清欢，头一回觉得冬天是可以不挨冻的。傻瓜，以后有我在，你不仅不会挨冻，我还要让你过上全天下最好的日子。差点忘了正事，光暖和还不够，冬天没有绿叶菜吃，兄弟们容易得夜盲症，一到晚上就成了瞎子，这在战场上可是致命的。黄豆，这东西难煮又费柴，吃多了还容易胀气，你买这么多做什么？这可不是用来煮的。火汤的温度加上充足的水分，这是一个完美的温室。最多3天，这些便宜的黄豆就会变成冬天里最水灵、最清脆的蔬菜——豆芽。好，我等着吃你种出来的菜。现在该睡觉了。这个女人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不，她是谁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是我的。
将士们连日啃死面粗粮，加上大雪封山，整整2个月没见半点绿叶蔬菜。如今营中爆发了大规模的雀蒙眼，一到天黑，1半以上的弟兄事务不清。再这么下去，若是敌军夜袭，咱连敌人的影子都摸不到。青菜，青菜，老子去哪儿给他们弄青菜？漫天大雪，连树皮都冻裂了。张胖子那个废物，让他囤些干菜，他全换了烈酒。走，随本将去各营巡视，看看弟兄们到底熬成什么样了。张胖子掌管后勤，竟让将士们冻饿至此，明日定要重罚。舅舅，什么味道？好香啊！像是浓郁的谷物汤，里面还加了烈性香料。走，过去看看。你们大半夜不睡觉，不冷吗？冷啥？咱帐篷里有嫂子，教咱盘的火炕，哈哈，热的我都快冒火了，不出来练刀根本睡不着。火炕。小心烫，张嘴。这肉烫得更好。长渊，别光给我夹，你也尝尝这个。你们大冬天哪儿来的青菜？将军，您怎么深夜而刺？免礼，免礼！霍小子，你们在吃什么？回将军，这叫鸳鸯火锅，这个是我培育出来的鲜黄豆芽。将军若不嫌弃，坐下一起吃点。这土床竟比炭火盆还暖和10倍，而且没有半点烟熏火燎的味儿。将军，尝尝，边吃边说。好辣！老子的胃竟然不疼了。苏丫头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这能在冬天种出青菜的仙法，还有这身下滚烫的土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将军，这叫火炕，用黄泥碎石盘建，利用灶台余温供暖，省柴且无毒气。至于这豆芽，不是种出来的，是发出来的，只需廉价的黄豆和一点温水，利用火烫的恒温，3日之内便可源源不断产出鲜菜，不仅能解决弟兄们雀蒙眼，还能预防肠胃恶疾。神物，这是足以改变西北军命运的神物。霍长渊，你小子取了个宝啊！有这火炕和生菜之法，我西北10万大军再也不惧寒冬。我们将军夫人不仅会做这些，若有合适的材料，她甚至能造出在风雪中穿行的利器。好，张胖子那个只知道中饱私囊的酒囊饭桶，本将忍他很久了。明日一早，本将要当着全军的面论功行赏。方才有人在，未能好好与你相伴。夫人，此刻可好？你呀，大将军才刚离开呢。
昨晚在帐篷里玩泥巴，且什么土台子，连一点炭火都没有。今日将军突然大点兵，定是要严惩他们。本官昨晚就收到消息，魏将军半夜去了先锋营，大半夜不睡觉，在营里搞那么多花样。将军最恨这种不务正业的兵炮。等会儿将军一发话，本官就站出来告他们一个妖言惑众、浪费军资的罪。将士们，这几日大雪封山，天寒地冻，弟兄们受苦了。将军明鉴啊，大雪无情，后勤物资实在难以流转。但就在这等艰难时刻，先锋营霍长渊及其妻苏清欢不仅不思报国，反而妖言惑众。如今到了边关还这般胡闹，连累了整个先锋营的将士挨冻，实在是罪无可恕。张胖子，你身为军需官，将士们挨饿受冻，你给老子发死面饼、断炭火！现在人家搞出了能让全军过冬的神物，你却在这里给老子扣帽子！神物？将军，那是泥巴台子啊，怎么就成神物了？抬上来！这叫火炕，是苏清欢苏夫人亲手绘制的图纸，只需黄泥碎石，借灶台余热，便可让帐内温暖如春，一整夜不灭。昨夜本将亲自体验，比你张帕子库房里那些发霉熏人的劣质木炭强上100倍。睁大你的眼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青菜，这冰天雪地的，怎么可能有青菜？不可能，这是妖术！它叫黄豆芽，是苏夫人利用火炕恒温，用最廉价的黄豆培育出来的鲜菜。军医已经看过，只要将士们每日吃上一口，军中的雀蒙眼不出5日便可痊愈。将军英明，苏夫人神机妙算，嫂子威武。张胖子，你贪墨军饷，克扣军需，致使将士们冻饿交加，险些酿成大祸。来人，摘了他的官帽，打入死牢，查遭家产，以儆效尤。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啊！我再也不敢了，这都是这个贱人唆使我的。清欢妹妹，救救我！我们是一起流放来的，你念在往日情分上，替我求情吧！柳莹莹，大选那日你嘲笑我选了个穷鬼，说我只能啃树皮。现在你选的高知岛了，我的营帐里确实没有你的残羹烂杉。这军营的规矩，你自己担着吧。霍长渊听令，末将在。你治军有方，屡立奇功，本将今日提拔你为先锋营前属，统领3000精锐。至于这后勤军需一时，苏夫人，你这火烫和豆芽是实打实的技术，本将是个粗人，不懂那些弯弯绕绕。从今日起，西北大营的后勤公办便由你来做主。霍千种，你媳妇儿要是要钱要人，你全权配合，谁敢阻挡，军法从事。末将遵命，誓死护卫夫人，绝不让大军后勤出一丝差伤。谢将军信任，清欢新官上任，
只有一条规矩：从今往后，西北西大营的后勤不养闲人，也不苛待任何一个流血流汗的将士。我苏清欢保证，只要你们敢拼命，我就敢让你们顿顿有肉吃，夜夜有热炕睡。先总威武，督办威武，誓死效忠西北军。苏督办，以后霍某就全靠你养了。好说，霍千竹只要保护好我，大鱼大肉管够。火候不够，左边第3口锅柴火再添一把，把瘦肉彻底煮烂，顺着纹理撕开。右边的继续翻炒，一刻不能停，直到肉丝里的水分完全烘干，变得像棉酥一样蓬松。苏督办，这肉都炒成干草一样了，真能吃吗？这叫肉松。娘哎，入口即化，满嘴都是肉香和油香，连嚼都不用嚼，这是神仙吃的东西。方便面虽好，但需要热水冲泡。如果敌军突袭，连烧水的时间都没有怎么办？这肉松重量极轻，方便携带，而且能量极高。将士们在马上狂奔时，抓一把塞进嘴里，立刻就能恢复体力。很好，边关不缺牛羊奶，但奶水极易腐坏。我让人加了酸浆，让其凝固，挤出多余水分后脱水风干。咱们可以把它做成奶豆腐和奶疙瘩。这东西硬如石头，存放数月也不会变质，只需含在口中慢慢融化，就能有效缓解饥饿，补充体能，是绝佳的干粮。夫人，歇会儿。你这几日连肘操劳，脸都瘦了一圈，把汤喝了。我这叫搞事业。前线探子不是汇报说，关外蛮族部落最近有异动吗？一旦听开战，后勤就是将士们的命脉。我必须赶在开战前把这批高能量军粮全部囤齐。有我在，蛮子过不了边关。你只管安心做你的事，外面的风雨我来挡。苏清欢，你笑吧，你尽管笑吧，很快你就笑不出来了。贱蹄子，大半夜发什么愣？刷不完这50个公桶，今晚别想吃饭。你以为你还是以前那个军需小妾呢？张胖子都死在牢里了。苏清欢，凭什么你一个连饭都吃不起的人，现在成了高高在上的督办，被牵上捧在手心里，而我却要在这里受这样的罪？只要一点点，就能让人上吐下泻、脱水而死。苏清欢，你去死吧！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！苏清欢，只要这批军粮被投毒，前线将士一旦吃下就不战自烹，到时候你这个后勤督办绝对会被军法处死！你去死吧！我盯了你3天，就凭你这点伎俩，也想潜入我先锋营重兵把守的库房？柳莹莹，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毁了这批军粮，我就完了？对，我就是要毁了你！明明是我选了最好的，为什么最后赢的是你？你不过是运气好，会弄点花样。你输，不是因为运气不好，而是因为你满脑子只有如何依附别人，如何算计别人。你哪怕把心思花1/10在如何让自己活下去上，也不至于路不经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你今天把毒投进去了也没用。我苏清欢建立的流水线，实行的是严格的分批次检疫制度，每一缸军粮风云前都会用银针测试，并抽样喂给军犬试吃。你的毒根本连前线将士的嘴都碰不到。清欢妹妹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
企图投毒谋害三军将士，按大夏军律，罪无可恕。把这毒妇押入死牢，报请将军依军法审判。别看，脏了眼睛。这种杂草，我帮你拔了便是。我没事，只是这批军粮我们得加快速度了。报！火前总，苏库曼，关外蛮族10万大军突然发难，已经切断了通往冰原主战场的补给线。魏将军下令，全军立刻进入应急战备。来得正好，这批军粮就拿蛮子的10万大军来试刀。蛮族这次倾巢出动10万大军，他们避开了咱们的正面防线，兵分铁桶一样把前线主力死死围在了冰原峡谷。最致命的是，他们切断了咱们唯一的粮道。前线主力带的干粮只够吃3天，要是派运粮车队去支援，辎重车走得慢，还没到峡谷就会被蛮族的游骑兵当成活靶子。咱现在是陷入死局了，难道让老子的兵活活饿死在冰原上？就算用人命填，也得把粮道给老子撕开一条口子。将军，硬拼不可取，莫做有一计。不仅不需要运粮车，还能让蛮族10万大军不战自退。霍前志，快说！蛮族敢倾巢出动，是因为他们背靠死亡戈壁，那里有一条地下暗河的源头——月牙泉，那是他们10万大军唯一的水源。末将愿率先锋营3000轻骑，不带任何辎重，连夜穿过死亡戈壁，直插敌军心脏，截断月牙泉。不可！霍前定，死亡戈壁连飞鸟都飞不过去，里面狂风肆虐，没有一丝柴草可以生活。3000轻骑要在里面急行军10天10夜，不带辎重车，不埋锅造饭，吃什么？全得困在里面。谁说行军打仗一定要埋锅造饭？苏东办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将军请看，这是我刚刚督召出来的新式军粮，金黄色的是肉松，白色的是奶豆腐，还有这种极致压缩的高能饼干。这些食物已经完全脱水去脂，重量极轻，一个士兵只需随身携带这么一小袋，就足够10天10夜的高强度消耗。最关键的是，他们不需要火，不需要水，不需要任何锅碗瓢盆，抓一把塞进嘴里，甚至可以在战马全速冲刺的时候进食。老天爷，入口即化，全是肉的精气，这是神仙才能变出来的干粮。有了这个，还要什么运粮车队？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太好了，霍长运，你媳妇真是咱们西北军的定海神针。蛮子做梦也想不到，咱们的军队能像幽灵一样，不生一丝炊烟，直接穿过死亡戈壁。霍长渊听令，本将命你率先锋营3000精锐，即刻出发，截断月牙盘，截断月牙盘。末将领命，定叫蛮族有来无回。等我回来，这场仗打完，我就拿军功去向将军求个恩典，给你换个一品高命夫人的头衔戴戴。谁稀罕什么高命夫人？我只要你全虚全尾的滚回来。你要是敢少一根头发，我以后天天让你啃树皮。遵命，我的夫人。出发！哈哈哈哈哈！大夏的西北军算什么东西？被本王围在峡谷里10天了，他们的大营里连一丝炊烟都没有升起过，估计现在早就饿得连刀都拿不稳了。传令下去，明日一早全军出击，本王要活戳那个姓魏的。大王，不好了，咱们后方的月牙泉断水了！你说什么？月牙泉怎么可能断流？那可是活水！
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一支大夏骑兵，像鬼一样突然出现在咱们后方。他们不仅用巨石堵住了泉眼，还把运水的人全给抓了。不可能！他们大夏的军队离不开一口热饭，要是绕后包抄，必须生火做饭。咱们的斥候根本没看到死亡戈壁上有任何炊烟升起，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？难不成是天兵天将？前督大人，嫂子给的这干粮太绝了！这10天咱连火都没生过一次，就在马背上吃，体力好的能再跑10天。这就是差距。蛮子不懂，那就让他们拿命来学。天亡我也，这仗根本没法打。夫人，我全虚全日的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没缺胳膊少腿，算是没砸了我这后勤大总管的招牌。晚上想吃什么？给你做顿好的。先锋营千货场景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霍长渊率3000轻骑，奇袭断水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立下震古烁今之不世奇功，赏破格黄金万两横，赐西北封地100里。侯爷，皇上对您可是喜爱的紧，除了这旨意上的赏赐，皇上还特意在京城给您赐了一座豪华侯府，并且还精挑细选了2位出身名门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绝色佳人，给您添香捧枕，开枝散叶呢。末将叩谢皇恩，侯爵与黄金，末将收了。但那2位名门佳人，还请公公原路带回。侯爷，这可是皇上赐的佳人啊，抗旨可是大罪。再说了，您现在是堂堂定远侯，原配夫人不过是个流放之女，怎么能配得上您的身份？本将能有今日，全凭我夫人喂得好，护得好。没有她，本将早就饿死在这边关的风雪里，哪来的大夏定远侯？这大夏的江山，我替圣上收。但这定远侯的印器，这万两黄金，还有我霍长渊这颗心，全是我夫人的。我霍长渊此生胃里只装得下夫人做的饭，后院里也只容得下夫人一个人。侯爷威武！侯爷威武！侯夫人威武！我回去告诉皇上，咱们这位和是个怕媳妇的，他媳妇才是西北军真正的财神爷，谁敢给侯爷塞女人？先问问西北10万弟兄手里的都答不答应？算你识相，你要是敢收那2个女人，
今晚就往你饭里下8道。夫人放心，为夫绝不敢有儿戏。用西北特产的羊奶打发，加上精良的小麦面粉，古代第一块海绵蛋糕，大功告成。夫人又捣鼓出什么神仙吃食了？好香！这叫蛋糕，专门做来庆祝我们成婚1周年的。张嘴，尝尝。很甜，比我吃过的任何东西都甜。长渊，你看，咱们这穷乡僻壤，如今也不比京城差了。这不是大夏的盛世，这是你苏清欢赐予西北的盛世。而我何其有幸，能在这大荒漠上捡到我此生最珍贵的无价之宝。